首先要先插播的最新消息是来自日本石川县7.6大地震，因为陆续传出有灾情的发生，所以日本海陆空自卫队在晚间共计派出20架的飞机升空，要来确认灾情的状况。另外，自卫队位于石川县的基地也开放让当地1000名的居民来紧急备难使用。那同时呢，他们也派出上千人前往灾区救援受困居民，后续还有8500人待命，要随时的出动。这是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起帮日本来祈福，因为日本石川县这次地震达到瑞士规模7.6，而且深度呢只有10公里，是属于极浅层地震，最大震度在志贺町测到了7级震度。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日本气象厅持续发布海啸警报，包括呢在石川县是大海啸警报，初估会有超过5米海啸，邻近的包括了新泻还有富山，则是海啸警报，初估会有超过3米海啸。現在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金沢市の MRO の本社の地震発生時の様子です。かなり揺れがあるのが確認できます。スタッフの方たちがまずは身の安全を確保しています。一阵天摇地动，天花板吊牌标示，桌面摆放电脑物品，还有窗帘瞬间剧烈摇晃，人员吓到连忙躲到桌子下避难。このスタッフの方たちがやっているように、大きな揺れの時にはまずご自身の命を最優先で守ってください。自身の体をまず硬い机やテーブルの下などに隠す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四肢着地还是很难稳住重心，手紧抓桌子。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る映像は地震発生時、石川県の珠洲市の情報カメラの映像です。カメラが左右に強く揺さぶられているのが確認できます。発生当時の今カメラの情報を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ます。从监视器镜头就能感受到地震威力，树木也不堪剧烈震动，行驶中车辆不敢再开，驾驶吓到先把车停下。この最大震度7を観測する地震によって大津波警報、津波警報、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ています。より高いところに避難する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令和6年能登半岛地震规模7.6，深度为10公里，最大震度7级，重创日本石川县，民宅在地震后倒塌，通报高达上百件，许多民众被压伤送医，更传出土石崩落，活埋11人。石川县政府已经紧急向日本自卫队寻求协助，希望救出受困民众。另外，同样位在石川县的轮岛市，地面被震裂，还发生火灾。また志賀原子力発電所をはじめ原子力発電所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異常がない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ております。日本政府强调，各地核电厂现阶段没有异常消息，但鉴于311大地震，要民众在海啸警报解除之前都不能掉以轻心。地月新闻综合报道。好，目前在当地的余震不断，在台北时间晚间的7点35分呢，在日本石川县又发生了瑞士规模5的强烈余震。总计在7.6的主震之后呢，已经发生了大约8次规模5以上的有感余震。另外，日本气象厅稍早下修了海啸警报，从原先我们刚刚替您提到的大海啸等级调降为海啸等级警报，也就是接下来会出现的浪呢，预估是不会超过3公尺。那截至目前为止，在日本石川县当地已经发生了大约50次左右的余震。那么现在呢，灾情不断，有上百栋的房屋倒塌，还有至少11位的民众因为土石流遭到掩埋，灾区可以说是满目疮痍。镜头也拍下在金泽车站一片混乱，还有海啸来袭的瞬间画面。水位暴涨，直击海啸来袭，这就在日本石川县沿海，海水逆流涌入，水流左右狂摇晃。监视器镜头左右剧烈摇晃，这是下午4点6分，规模5.7地震，但没想到短短4分钟再发生7.6强震。左上角的建筑物直接倒塌，甚至扬起巨大的烟尘，因为最大震度高达7，在金泽车站也是一片慌乱。车站内的超级市场架上物品一个个掉下来，民众超慌，到底要蹲下还是赶紧往外跑？剧烈摇晃也把车站变成灾难片场景，水管爆裂，屋顶不断漏水，地板都是湿的，还疑似震度太强，有地板直接裂开。警卫赶紧出来，要大家离开建筑物，现场警报鸣笛声也一直响起，在旁边的长野同样很有感。哇，看到了。
地震来时，屋顶积雪纷纷落下，马路上的电线杆也是超级晃。在室内长野的便利商店，不止包子蒸笼超晃，一旁的货架也晃个不停。但在等结账的外国人倒是相对淡定，还是要提醒民众切勿掉以轻心。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确实要小心。那目前在当地的台湾旅行团也包含了像是雄狮、东南、可乐、灿星旅游都有团客在当地。但据了解呢，目前所有的旅客都一切均安。那么当中灿星有2团受到航班的影响，所以现在滞留在日本当地。而另外呢，受到地震影响，新干线列车一度还停驶了45分钟。另外有 YouTuber 的滑雪团行程也因此延迟。我现在呢是在这个东京往仙台的东北新干线的车上，刚刚呢能登半岛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一度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哦。那么列车呢为了安全起见呢，在刚刚也一度停驶了45分钟。地震当下 ，TVBS 记者刚好就在新干线上。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元旦这天不大平静，当地时间下午4点10分发生规模7.6的浅层地震，还有媒体顾问公司带着13位台湾 YouTuber 出差到苗场滑雪，也受到地震影响。当地时间下午5点多，行程大停摆。要从这个康哲车站搭新干线，结果呢在途中发生了这个大地震，所以现在目前新干线是全面的停驶。那刚刚看了一下，最快的话呢是要到2个小时之后才会发车。因为地震当下在公车上没有感觉，但全车手机发出地震警报。不过新干线车站旅客只能统统下车。用手机用，忽然开始叫，我还以为是我忘了关手机，但是发现就是怎么忽然整个车的那个音效有点立体，就发现这是日本版的全国的那种警报。我朋友在东京，他说他的饭店是停电的。对，就蛮可怕的。YouTuber 还说是第一次遇到延迟状况，日媒也不断报道，包含石川、新系、富山、山形等县沿海地区发布海啸警报，还有能登半岛预计有5公尺的海啸。一位嫁到日本8年多的人妻住在九州最北端，突然听到屋外警报广播，虽然家人都很镇定，但她第一次碰到真的很紧张。因为我没有遇过啊，那我们家刚好又住海边，对，那因为电视的那个播报员的那个口气又很紧张，然后你就会想说，如果真的发生海啸了，我们该怎么办？据驻大阪办事处回报，已联系辖区内各侨团及留学生组织，尚未听闻有受灾状况。其他台湾旅行团东南旅游有4团在北陆中部地区，3团在名古屋，1团刚从金泽离开。雄狮8组团客在中部地区，还好团员都平安，行程也持续进行。还有山福旅游在北陆，目前有3团，大约100人。虽然交通受到封路影响，但全员平安。不过灿星有2团旅客滞留当地，虽然旅客平安，但受到航班影响。虎航也说明，1月1号航班调整 ，IT 228回桃机起飞时间有待通知 ，IT 229延误多久还不知道，影响旅客共332人，只能说行程延误事小，祈祷灾害降到最低最重要。TVBS 吴慧妍、杨丽芬领日本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